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发。这一周的 AI 新闻，我老实说，看完之后呢，只有一个感觉，它已经不是在比谁比较炫了，而是在比谁真的比较能用。图片、影片、声音、剪辑、聊天、工作流程，你会发现几乎每一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把 AI 从展示用的 demo 拉进到了真的会被用来交差的那一段。OpenAI 把 ChatGPT 的图片整个换成新一代旗舰，修图的逻辑呢，终于比较像是人在改图了。Frost Max 呢，不再只是画得漂亮，而是开始强调可编辑可控。Meta 就直接把切东西这件事从影像搬到了声音。Adobe 这边呢 ，AI 影片终于可以只改一小段，不用整支重抽。而 Luma 呢，则是很直接的在解一个问题：真人表演能不能留下来？AI 只是负责换景、换皮、换世界。我还要跟大家聊到 ChatGPT 为什么开始长得像一个可以装东西的平台了。Google 呢又是怎么样把 AI 塞进搜寻、语音、报告，让你不一定有感，但是呢每天都已经在用。这一集我用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来整理给大家看，哪些更新真的已经站在创作者会想用、工作上用得到的那条线上，哪些看起来很猛，但是呢，你其实现在可以先放着。先从我最有感的开始吧。ChatGPT 的新图片功能 ，OpenAI 这次呢不是小修小补了，它是直接说 ChatGPT Image 这个创作的页面背后呢换成新的旗舰影像模型，然后 API 那边呢同步叫做 GPT Image 1.5。OpenAI 的这次重点呢，我用一句话讲给大家听，它更像会听你讲人话的修图搭档了，而不是只会生成一张新图。以前很多影像模型最令人讨厌的是什么呢？你明明只想改一个小地方，它就给你整张重画，人物的脸就变了，光线呢也乱飘。但是 OpenAI 这一版主打的就是精准改图，还能保留你在意的细节，比如说脸、姿势、背景氛围等等。多次迭代改图比较不容易，越改越崩，速度呢也越快。官方呢就说最高到了4倍。如果你是做封面、做社群图、做商品图的人，你会很懂那种痛。我不是要你重新想象，我要你按照我的改就行了。那这一版呢，就是往这个方向上去靠。再来呢，就是 Flux， 它背后那家公司叫 Black Forest Labs， 核心的成员其实有很多都来自 Stable Diffusion 那一挂。他们这家公司其实一开始呢就不是走玩具型生成，而是主打给专业用的影像模型。而这波 Flux 家族里面最高品质的那颗 Max， 主打的不是画风有多浮夸，而是更偏商用输出那种稳定。尤其呢是有3个点。我觉得首先呢，它很强调编辑，不只是生成，也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你有一张基底图，然后一直改一直改，它还是能保持一致性。第二点呢，就是它主打多参考图控制。 BFL 在 X 里面的介绍呢就有提到，它可以吃到最多10张 reference 图。这种多参考控制这件事对想做角色一致、商品一致的人来说真的是很重要。那还有第3点的话，我就觉得他还提到了有一个叫 grounded generation， 我会把这句翻成会找现实资讯来对齐。官方的写法呢是会上网找即时脉络那种概念，你可以把它想成不是凭空乱画，而是更想画的像真的。BFL 呢自己也有提供官方的入口，一些大平台呢陆续也会全面的整合。我定位它是一颗瞄准了高品质生成加可编辑的新旗舰。我觉得现在的重点可能在它的能力展示和平台测试扩散。
接着呢，我要讲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剪辑人、podcaster 还有做音效的人。Meta 呢出了 Sam Audio， 你如果有听过 Segment Anything 的概念，它以前呢是在影像上的，你圈一个东西出来，它就把那个东西切出来。现在 Sam Audio 呢做的是同一件事，只是对象换成了声音。Hey, hang on, can you hear me? It's super. You know what actually looks better? You will not believe the day that I have had. 你丢一段音档进去，你可以用自然的语言说，只留人声，只留吉他，把背景嗓音呢拿掉这种话。我觉得呢，它的意义不是我又多了一个玩具，而是以后剪片可能不用先手动拉一堆 EQ 降噪分轨，先交给模型切干净了，我再来调。这对大量产出的创作者来说呢，会省不少的时间。Flow. I just have to double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it was canceled because that instructor is kind of a little flaky. So No, check it now because otherwise he's going to follow up with you. Sam Audio is a cutting-edge audio model with applications for musicians, audio engineers, video creators, and tinkerers of all skill levels. Learn more about Sam Audio today. 你如果有玩过 AI 生成影片的话呢，你一定懂那种崩溃，好不容易生到一支差不多能用的，结果就是某一秒觉得怪怪的，某一个颜色好像有点不对，或者呢是某个镜头太远了。以前的时候呢，你只能整段重生，等于是抽卡重抽了。但是 Adobe 这次的更新，我觉得方向非常明确，他们在把 Firefly 从影片生成器拉成了影片剪辑桌，新出的这个影片编辑器，重点呢就是 Prompt Basic 的精准修改，你可以直接下指令去改影片里面的某个元素、颜色，甚至呢是镜头感觉。比如你可以说天空换成阴天，对比降低一点，或者是主体稍微放大，这种就很像是你在跟剪辑助理说需求，而不是叫模型整支帮你重拍。而且它不是只有一个输入框，这次 Adobe 还加了时间线视图，让你可以比较像真的在剪片那样去调整片段、音讯和节奏。这个呢，对创作者来说真的非常重要了，因为很多 AI 工具的痛点其实就是生成很炫，但是呢，整理成一支能交差的片超级痛苦。再来，这次呢，也不是只靠自家模型硬杠了 ，Adobe 直接把别人的强项给拉进来。他们呢就提到了会用软尾的 L 模型来做这种更精准的文字编辑指令，用 Adobe 自己的 Firefly Video 模型，你可以丢起始帧加上相机运动参考影片，叫它帮你把镜头的角度重建成你要的那种运镜感。然后他还拉了 Topaz Labs 的 Astro 模型进来做升级画质，最高可以把影片 upscale 到 1080p 或者呢是 4K。图片生成那边呢，也把 Black Forest Labs 的 Frost 2加进来了。我的结论呢，就是这次 Adobe 的野心不是我也要做出最猛的生成影片，而是我要让生成影片终于能像剪片一样被修、被控，还有最终的被交付。这个方向呢，比你再多一个超炫 demo 还要更接近真的能用这一块。接下来这个我觉得是影片圈很现实的一个痛点，生成式影片很猛没错，但是你要拍广告、拍品牌片、拍有演员的东西，最怕什么呢？最怕 AI 把表演整个弄没了，眼神、节奏、情绪全走样。Numa 这次出的新模型叫 Ren 3 Modify， 它的核心呢就是一句话，你先用真的摄影机拍到你想要的表演， AI 呢只负责帮你改造画面，不动表演的本体。它有两个很关键的玩法，第一个叫角色参考图，你可以丢一张角色 reference， 然后呢把原本影片里面的真人演员变成那个角色，但它要努力保留原本演员的动作、节奏、眼神和情绪。这个呢就超像是你拍完戏之后回到后期再决定，我们的主角其实想要换成另一个角色设定，不用重拍， AI 帮你换皮就 OK 了。
第二个关键点呢，我觉得是起始帧加结束帧。你可以用头尾2张画面去指定转场，让它生成中间那段过渡镜头，同时呢维持角色跟场景的连贯。Numa 自己也讲得非常直白，生成影片很有表现力，但很难控。Ren3 Modify 呢，就是想把现实世界拍到的表演跟 AI 的改造能力接起来，让你更加可控。我觉得它最适合的场景就是品牌片、广告、短剧那种，你需要真人表演的可信度，但是呢又想省外景、想换场景、换服装、想加特效，而且呢它不是概念。Numa 说 Ren3 Modify 呢会在 Dream Machine 上使用，这也就是让它直接跟 Runway、Clean 这些呢在同一个竞技台上面去打了。顺便呢给大家补一个背景 ，Numa 呢前阵子呢才宣布完成一轮很大的融资，他们自己说是多达了9亿美元。他们甚至说了，接下来会在沙国那边呢盖一个超级耗电、超级大的 AI 运算中心，那个规模已经是2吉瓦这种夸张的等级了。就是在跟大家说一件事，他们不只是在做一个 app 让你玩了，他们是在拼长期算力跟基础设施了。You can be anyone. This was me. You can be anywhere. And can be anything. Show me what you got. And cut. 接下来再讲讲可伶。可伶最近呢加入了语音控制加嘴型同步的能力，它现在能够把你给的声音转成角色影片里面的嘴型跟动作了。你讲一句话，它不是画个嘴巴，然后呢张开，是真的有节奏、有停顿、有对嘴型。这对虚拟角色、AI 角色影片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以前很多模型都是先产生画面再去配音，现在可伶呢是把声音跟画面同时进行思考了，算是往角色能自己讲话方向跨了一大步。 Is that my voice? This one feels soft. This one feels powerful. And I can even sing again. Give me any voice. I'll keep it perfectly. I have my voice back, and now I have all of them. 阿里巴巴这边的 Wen 2.6 这一版也已经不是那种一句 prompt 生一个画面的影片模型了，它现在主打的是一件事，你丢的是想法，它帮你拍成一段有结构的影片。先给大家讲最有感的地方， Wen 2.6 呢现在可以直接指定角色，你可以拿参考的影片把里面的人丢进全新的场景里，而且呢它会试着维持角色的外观、动作，甚至呢连角色的声音的一致性它也尽量保留了。也就是说，不只是换背景，而是同一个人去到另一个地方去演戏。再来就是它的多镜头叙事，你给一个简单的想法，它不只生一个镜头，而是会自动帮你拆成多个镜头，有前后顺序，有节奏，比较像是在帮你做分镜，而不是抽一张卡。声音这一块呢也很关键， Wen 2.6 呢是原声影音同步，可以生多个角色讲话。前方就是出口了。而且嘴型、语气、声音呢是一起出来的，不是画面生完再硬贴音效。你看到的呢是像是在真的对话，不是后配了。画质这一部分，它现在可以直接升15秒 1080p 的影片，而且呢，它就说了，在运动物理、镜头感、画面的美感上都比前一代更稳了。它的图片这一边呢也补得很齐，它可以用多张图片当做参考去控制镜头、光线还有风格，开始比较偏商业用那种一致性，不是玩完了。Obsession.
说完影音生成这一块呢，再跟大家聊聊应用。首先就是 ChatGPT 进入了 App Store 时代了。以前我们讲 ChatGPT 多半是你问他答，但是 OpenAI 这次呢是直接把应用做进 ChatGPT 里面。你不是只有聊天了，你可以在同一个对话里面接上一个 App， 让它呢带着额外的上下文，甚至呢带你把事情做完。用人话来翻译给大家一下它的玩法，就是你进去 ChatGPT 的 Apps 里面呢，就像进到了一个工具目录，你可以挑你要的 App， 连上之后呢，在对话里用 at 提到它，或是呢从工具选单点它，它就会开始跑了。所以未来你跟 ChatGPT 聊到一半，突然要订杂货，把大纲变成投影片，或者是找租房，不是开3个网站跳5个页面，而是同一个对话里面呢就接着做。而且他这次呢讲得很直白，他们也在测更聪明的付出方式，也就是你聊到某个情境，它可能会跳出一个提示，你要不要用某某 app 来完成这件事？这件事呢，我觉得关键不是方便而已，是 ChatGPT 想变成你做事的入口，不是搜寻入口，是行动入口。那对开发者那边呢，他说现在可以按照提交指南去送 App， 包含你怎么连 MCP， 测试怎么跑，目录要写什么，哪些地区能用等等。然后呢，他也说首批通过审核的 App 会从新年开始呢陆续就上架了，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OpenAI 正在铺一条路，让做 App 的人呢跟用 ChatGPT 的人真的是在同一个地方遇到。我个人的看法就是2026年可能会变成谁家生态做得起来的一年，模型会越来越强没错，但真正会留下来的往往呢就是你每天会用到的那个流程，而流程通常呢就不是说模型赢，是产品跟整合赢。接下来呢，这个更新我觉得是每天用 ChatGPT 的人一定会有感的。现在 ChatGPT 正式支援了分支对话，意思呢就是你同一个问题聊到一半，可以直接从某一句话拉出一条新的分支来继续问，不用复制粘上，也不用呢重开新的对话，也不会怕原本那条思路呢被你问歪。比如呢，你原本在聊一个企划，中途呢想试另一个方向，你就直接从那一句开一条新的分支，2条思路可以同时存在。这个功能其实不花哨，但是呢它很实际，因为它就是在解决对话越聊越乱这件事。OK， 还不止这些， ChatGPT 未来会推出一个成人模式。这个成人模式，我觉得我要用一个很干净的角度给大家讲明白。它其实不是在讲 ChatGPT 会不会变得更色了，比较像是 OpenAI 终于要把 GPT 呢做成了分级体验。他们目前放出来的讯息是，这个成人模式目标是2026年第1季度，但是呢也不敢给死日期，原因很简单，他们要先把年龄判断给做准了，而且他们不是要你自己去勾我满18，他们想做的是呢用 AI 去推断你大概是不是未成年，然后才决定要不要让你进到比较成熟的对话模式里。我觉得这里真正有趣的是，这代表 AI 产品呢正在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同一个聊天机器人不能用同一套标准跟所有人说话。你想象一下，未成年人在问一些情绪、关系、性、心理议题的时候，平台一定会更保守，而成年人呢，可能希望你更直接、更细致，更不被你不可以问这个问题一直打断。所以这个成人模式更像是把那条界限拉开，让成年人可以谈一些目前被过度保守处理的题目，但同时呢要确保未成年进不去。但是这也会带出一个风险，如果他判断错呢，后果会很麻烦。把未成年放进去会出事，把成年人判成未成年，使用者会直接气爆，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小孩。但是我的观点呢是，这个成人模式这件事本身不是最大的重点，重点是 OpenAI 在补分级与合规这一块拼图，因为只要这一块不补好，后面所有功能越做越强，平台呢就会越危险。
再来是 Google Gemini 这边了，我觉得他们呢这一波不是在拼谁比较聪明，而是在拼谁比较像人，比较省你的时间。先讲讲它语音这一块 ，Gemini 2.5的语音更新呢，最明显的不是多了几个声音，而是它讲话终于比较像真的在说话了。你会发现它在念内容的时候，该停的地方会停，该加快的时候呢也会加快，情绪不是整段同一个节奏。如果内容是兴奋的，它会真的快一点；如果内容变严肃了，它会自己慢下来。I tried unlocking the door slowly. I fiddled around nervously. Nothing. Breathing deeply, I tried a second time. Click. I got in. I can't believe it. I actually got in. 这件事听起来很小，但差很多，因为很多 AI 声音最假的地方就是每一句都长得一样。Google 的另一个更新呢，就是 Visual Reports。以前 Gemini 帮你整理资料，通常呢是一整段文字丢给你，你还要自己去抓重点，自己做图。现在它会直接把整理好的内容变成一份有图表、有视觉重点的报告，不是要你自己再加工了，而是拿到就已经可以看、可以用、可以拿去讨论。不过它目前呢是 Google AI Ultra 的订阅者才有，这功能我觉得很像是在跟你说 AI 不只要帮你找资料，还要帮你把资料变成你拿得出去的东西，只是它现在先锁在 Ultra， 等于是把最省时间的那段先卖给重度用户。Google 还推出了 Gemini 3 Flex， 这颗模型的重点其实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它被放在了什么位置。Gemini 3 Flex 主打的就是快、顺、反应及时，而且它现在不只是放在 Gemini App 里了，还直接进到了 Google 搜寻的 AI Mode， 而且呢是预设模型，意思呢就是你只要是在用 Google 搜寻，你很可能已经在用 Gemini 3 Flex 呢，只是你没有特别的注意到而已。这个策略呢就很 Google 了，他们不是跟你说我有一个超猛模型你快来用吧，而是直接把它放在最多人每天都会碰到的地方，等大家习惯之后，它是不是最强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你日常的一部分。OK， 这一集最后呢，我想拉回来讲一件比较大的事情。你会发现最近这些更新，不管是 Google、OpenAI， 其实呢都不是在拼谁的模型数字比较漂亮了，而是在拼一件更现实的事情。AI 能不能真的帮你把事情做完，而不是只陪你聊天？语音开始比较像人，报告直接帮你整理好，搜寻呢不只是给答案，写程式也不只是给一段范例，而是能不能撑住一整段工作流程再走了。这代表了什么呢？代表接下来大家感受到的差距可能不会是谁比较懂 AI， 而是谁比较早把这些工具用进自己的日常里。所以与其一直在追哪一个模型又更新了，不如开始大家一起观察一件事，哪些功能真的开始改变你做事的方式，哪些呢只是看起来很炫，但其实你不会天天用到。好，那这一集呢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给我的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这也是我创作的动力了。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继续聊。在碎裂的夜里，我听见心脏流亡，灰烬在跳舞，像未出生的愿望，绝望拖着影子，却被一线光点。Clean A 在地狱把破坏中写成未来的形状。